目前为止，获得向唐吉诃德家族挑战权的选手已经有了3人。A 区获胜者巴基斯， B 区获胜者巴托洛米奥， C 区获胜者路飞。由于擂台损坏，D 区比赛延后了15分钟，用于修复赛场。路飞结束比赛后走到后台，第一个冲出来迎接他的就是卡文迪许。卡文迪许手拿宝剑，浑身带着杀气冲过来，路飞赶忙躲开。卡文迪许纠缠不清，不断的拿着宝剑猛刺。路过的巴托正好看到两人大闹，其他看热闹的人纷纷嘲讽道：“听说那个露西就是4亿悬赏犯草帽路飞。”另一个人则哈哈大笑，嘲讽路飞很普通而已，又傻又笨。巴托脸色突然一沉，用屏障能力将那个人死死压在墙上，接着扯出那个人的舌头，反驳道：“路飞前辈是要背负起整个时代命运的大人物，是未来的海贼王，你这种小喽啰有什么资格嘲讽他？”巴托愤怒的双眼中回忆起2年多以前自己与草帽路飞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巴托和路飞的渊源是在2年前东海罗格镇上，在曾经处死过罗杰的出行台上，被逼入绝境的路飞曾大喊：“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之后从天降下雷电，将准备给路飞砍头的巴基劈飞。这个现象十分惊人，不了解背后缘由的巴托坚定地认为这就是天意，路飞是上天注定要成为海贼王的人。路飞面对死亡视死如归，面色从容，说明他有着普通人没有的勇气和气魄。从那里之后，巴托就疯狂地迷恋上了路飞，一直追随草帽海贼团的各种报道，成为草帽团忠实的脑残粉。那时候的巴托还是一个黑帮老大，出于对路飞的敬仰，巴托抛弃了地盘，带着小弟们出海去做海贼，一跃成为新一代超新星。巴托躲在角落里，看着正在和卡文迪许颤抖的路飞，激动得浑身发抖，连上前说几句话都不敢。自己的爱豆就在眼前，自己紧张的根本不敢靠近。这时，青椒在老布和老蔡的搀扶下走了过来，一头磕在地上。路飞以为这家伙还要打架，十分苦恼。眼前的卡文迪许就已经很难缠了，为什么偏偏青椒这时候跑过来找麻烦？路飞甩开卡文迪许，一溜烟的跑开。青椒解释道，自己并不是打架的，而是要表达感激之情。现在的他连卡普也不恨了，为了感谢路飞将他的头锥打了回来，他希望孙辈的8宝水军能够归到路飞的麾下。青椒还没有把话说清楚，路飞已经跑远了。青椒等人在后面一路狂追，巴托也跟着凑热闹。路飞想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间惹了这么多人，而雷贝卡突然出现，拉着路飞躲在一边。在后场休息室的另一处，路飞见到了自己的旧故黑胡子海贼团巴基斯。巧的是，巴基斯正好与黑胡子通话，看到路飞过来，巴基斯将电话筒递了过去。黑胡子暴虐一笑，狂妄地告诉路飞，烧烧果实归我们家的巴基斯所有。这样想想，就像是艾斯加入了我们一样，真是过瘾。巴基斯哈哈大笑，起身离去。路飞愤怒了，烧烧果实绝对不会让给你们。雷贝卡带着路飞逃到僻静处，看到路飞很饿，雷贝卡掏光腰包，请路飞吃了一顿美食。路飞很开心，瞬间把雷贝卡当成知心朋友。雷贝卡把路飞带到角斗士的宿舍，这里好像牢房一般，一般的嘉宾选手是不会来这里的。雷贝卡让路飞可以暂时在这里休息，直到出场都没问题。本来二人的谈话十分愉快，突然从路飞身后伸出2只手，将路飞死死缠住。雷贝卡，快动手！你是为了解决他才带他来这里的吧？路飞懵逼了，怎么回事？自己无意间又多了一个仇人。雷贝卡咬咬牙，提起佩剑刺向路飞。路飞挣脱身后的那个人，躲开了雷贝卡的剑，一边躲一边不忘将便当塞进嘴里，然后2招就将雷贝卡踩在脚下制服了。雷贝卡把头一偏，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路飞将最后一口便当吃完，潇洒地说：“我不会伤害请我吃饭的人的。”这时，路飞才看清这里的环境，他们身后是一个个大笼子，里面关着各种各样残疾的、身受重伤的角斗士，他们是斗牛竞技场的囚犯剑斗士，只因为忤逆了多弗朗明哥，被关在这里。这要连续打赢1000场比赛才能获得自由，而且不论是多么厉害的人，赢了几百场后就一定会被杀死，就算是侥幸逃出去也会被射杀，这就是他们这里人的命运。雷贝卡突然说道，自己不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一定要取胜，利用烧烧果实的能力讨伐多弗朗明哥。士兵雷兵准备起兵讨伐多弗朗明哥的事情，雷贝卡早就知道了，一直以来都是雷兵在保护雷贝卡。雷贝卡希望这一次换自己来保护士兵先生。原来雷贝卡从小就失去了母亲，一直以来都是雷兵在照顾他。在他印象中，这个国家的玩具都很友好，给没有父亲的孩子做父亲，给没有伴侣的人做伴侣。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人类和玩具不能生活在一起。广播响起，主持人招呼地区的选手入场了。从雷贝卡记事起，他就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没有父亲，也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
某一日，王宫突然失火，据说是雷库王的军队放的火。接着就是一群人来抓雷贝卡和他母亲，其中一个人雷贝卡印象深刻，那就是唐吉诃德家族最高干部迪亚曼蒂。迪亚曼蒂带领一群杀手杀过来，关键时刻士兵雷兵出现，打散了杀手，保护了母女二人。2天后，雷贝卡的母亲在去镇上买食物的路上被人暗杀，雷贝卡独自一人等待母亲，却只等来了雷兵抱着母亲的尸体。雷兵告诉雷贝卡，他的母亲是利库王的女儿，但是因为新国王上位，对王族实行了大屠杀，雷贝卡也在他们的目标之中。雷兵扶着雷贝卡的肩膀，告诉他，虽然没能保护好他的母亲，但一定会保护好他。由于10年前王宫纵火事件，国民们对利库王一族都很仇视，而雷贝卡则是这个王族的后裔，因此也一直遭到国民和角斗士们的排挤。当雷贝卡登上擂台的时候，与迎接其他选手一声声喝彩不同的是，所有人都在高喊，雷贝卡今天被砍死吧，该死的利库王一族。雷贝卡双眼含泪，忍受着极大的委屈，站在擂台中央，而周围的选手们还在不停止的羞辱他。就在雷贝卡即将崩溃的时候，一声怒吼响起，卡文迪许骑着白马奔上擂台。卡文迪许破口大骂，一群粗蛮无礼的看客，真是不知羞耻。如果说女帝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那么卡文迪许应该算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人了。他刚一出场，观众席上的女人一个接着一个晕倒过去。卡文迪许在3年前曾经以英俊而闻名世界，如今过去3年时间，卡文迪许英俊的脸庞一点变化都没有。然而这次卡文迪许却没有因为众人的赞美和崇拜而高兴得意，他咬咬牙，拔出宝剑，大吼一声，统统闭嘴！虽然不知道你们与雷贝卡有什么仇怨，但是面对这样一位抱着必死信念站在擂台上的弱女子，你们这群鼠辈根本没有谩骂的资格。如果想杀了这个姑娘，就拿起武器站到擂台上一决胜负。卡文迪许此言一出，观众席顿时鸦雀无声。胆小报名的呐喊和噪音一样不值一提，自己出于某种原因来参赛，但是在自己的心中对这种比赛深恶痛绝。卡文迪许坚定地看着观众席，怒气冲冲地喊道，战士的生命不是供你们观赏的玩物。观众们沉默一阵后，对卡文迪许的一番演讲颇为赞同，高声呐喊着他的名字。卡文迪许激动得浑身发抖，阔别3年的超高人气终于又回来了。地区总计137人全部到场，比赛正式开始。一大群剑斗士不约而同地把目标锁定在了雷贝卡的身上，因为对利库王的后裔极度歧视，大家都想先把这个女生率先扫地出局。雷贝卡手握长剑，严阵以待。虽然是女生，但是雷贝卡身手十分矫健，一个人单挑5个人也丝毫不占下风。母亲曾教导雷贝卡不可以伤人，雷贝卡谨遵母亲生前的教诲，只躲避不出招，灵巧地避开5个剑斗士的追杀，把他们晃出擂台。格林比特的丛林，明哥的追杀还在继续，而罗已经精疲力竭了。明哥用线将罗死死缠住，罗很快瞬移逃走，结果被明哥直接抓住。明哥准备下死手当场干掉罗时，藤壶赶来制止住了明哥，同时用重力的能力将罗压住，防止罗溜走。毕竟藤壶要把七武海叛徒罗抓回去交差，并不打算将罗当场处死。明哥从罗的身上拿回了凯撒的心脏，然后阴沉沉一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解开了罗心中的困惑。800年前，分别统治20个国家的国王聚集在世界的中心，组建起了世界级庞大的组织——世界政府。20个国王作为世界政府的创始者，除了阿拉巴斯坦的菲纳尔塔利家之外，其他19个国王携带家眷入驻马里乔亚，他们的后裔正是天龙人。这19个国家的国王位置就空缺了出来，于是每个国家都需要选出继任的国王，而原本属于唐吉诃德家族的德雷斯罗萨就由利库王一族来统领。结论也就不言而喻，唐吉诃德家族正是当时前往马里乔亚的19个国王之一。多弗朗明哥的真实身份就是天龙人。小人族一边，雷欧带着罗宾和乌索普赶到了花田地下的雷库王军的指挥部，与其他人会合。玩具士兵雷兵向大家讲述了德雷斯罗萨现任皇帝多弗朗明哥的种种暴行。10年前，多弗朗明哥带领唐吉诃德家族来到德雷斯罗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今日就是决战的一天，就算敌人是七武海，大家也有胜算。听了雷兵的讲话，民心大受鼓舞，士气激励，大家义愤填膺，起义的激情被点燃。乌索普听着有点发抖，自己可没打算替小人族出头，和七武海为敌，还是找机会脱身吧。索隆与蓝色的妖精离开花田，奔向海岸，在街上偶遇了锦卫门和山治。山治听闻娜美遇到了危险，万分着急，提出来和索隆一起前往海岸。这时，山治新的心上人紫罗兰也找了过来，告诉山治等人，桑尼号被乔拉劫走了，正在前往格林比特。
山治和索隆一番争论后，终于得到了去桑尼号上营救娜美的权利，留下索隆和警卫们两人前往竞技场。索隆和警卫们在竞技场门外徘徊良久，不知道该如何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进入竞技场。索隆提出直接砍了栏杆了事，警卫们惊呼：“那不就是打草惊蛇？”索隆轻声说：“不如我悄悄地砍。”另一边，被乔拉搞得乱七八糟的桑尼号正在赶去格林比特的路上，娜美等人被乔拉俘获，囚禁在船上。布鲁克为了麻痹乔拉，装作已经投靠他的样子，一边奉承乔拉，一边奏曲助兴，二人搞得十分欢乐。布鲁克告诉乔拉，为了演绎最好听的曲子，务必需要自己的手杖和小提琴。乔拉便将布鲁克的武器恢复过来，于是布鲁克直接用斩击将乔拉砍倒，干晕了乔拉。娜美等人和桑尼号恢复过来，大家一起赶去格林比特接应罗。结果几个人还没有高兴多久，半路上乔拉突然苏醒过来，对于被欺骗十分愤怒。乔拉从手中喷出两股奇怪的雾气，雾气瞬间遮蔽了半个天空，将桑尼号笼罩在里面。娜美几人惊愕地发现，他们被关在了一个仿佛是异时空的奇怪地方，在他们面前的是各种各样的惊悚的涂鸦，这就是乔拉的大招天堂艺术。乔拉自己化成一个十分奇特而且可怕的怪物，耸立在桑尼号的前面。泽罗兰带着山治奔向桑尼号所在的格林比特。泽罗兰的能力可以看见千里之外的事物，如同鸟的眼睛一样，自己只要待在一个地方，整个国家的情况尽收眼底。根据泽罗兰的叙述，桑尼号所停靠的港口已经被海军所占领，现在泽罗兰正在寻找桑尼号的藏身地。不过奇怪的是，到处都找不到桑尼号，因为此时的桑尼号正在乔拉的结界之中。乔拉的艺术世界中，他可以随意控制一切事物。娜美用雷云攻击乔拉，乔拉一张嘴将雷云吃了下去，从他的头上喷出一团云雾，云雾中出现了一个闪电状的奇怪东西。随着乔拉的大笑，闪电状物体袭击桑尼号，布鲁克跳起来用斩击将闪电状物体击碎。乔拉的身上突然伸出手来，无数只手像蛇一样围攻布鲁克，整个艺术空间就像是噩梦一样。不过这些雕虫小技倒也是难不倒娜美等人。乔巴将能源室装满了可乐，娜美调整了释火炮的角度，布鲁克很配合地砍断了乔拉的手臂后逃开。娜美将能量拉到最满，一炮轰向了乔拉。乔拉一声声尖叫，整个艺术结界空间瞬间被撕开。大炮之后，乔拉已经被打飞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娜美四人脸上露出笑容，结果乔拉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闪现出来，跳到桑尼号上，愤愤不平地说：“这回老娘绝对不会大意了，老娘要把你们都干掉！”话音未落，桃之助冲上来，一棒子敲碎了乔拉的眼镜片。娜美接着释放出雷云，用雷电命中乔拉。难缠的乔拉终于被打败。草帽团在唐吉诃德家族的围剿中扳回了一局。我是节目君，咱们下期见。